度要当世界工厂宣告失败了吗？到底为什么呢？今天带您快来看。嗨，大家好，我是治愈。今天想跟大家来聊聊，印度呢要抢走中国世界工厂的一个美名，抢得了吗？办得到吗？目前状况又是如何呢？我们要带你来看看，近来印度遇到了很多倒霉事哦。那这些倒霉事呢，其实就有点被看破手脚。为什么当初中国说你抢不走啦，你试试看呐，放马过来啊？但可能真的很难。那如今看起来呢，在往世界工厂这个目标迈进的一个路上，印度真的遭受到了非常多的阻碍，而且现在看起来似乎有一个天坑。那个天坑有一点过不去啊，到底什么天坑呢？我们娓娓道来。先带你来看最近印度遇到的一些这个倒霉事了哦，或者说有一点卡关过不去的坎哦，这是印度跟本来的铁杆兄弟孟加拉之间的一个纷争。本来印度跟孟加拉，哇，这是你侬我侬啊，穿一条裤子好兄弟啊。这个印度呢看到了莫迪，然后跟之前孟加拉的一个这个长达16年的一个执政的领袖啊，叫做哈希娜，是一个女性的一个领导人，是孟加拉他们国父的女儿。好，那当然呢，这位国父的女儿哈希娜，她一路以来是非常亲印的哦。在印度他们的一个政局呢，也有所谓的亲印跟比较反印这样的一个这个不一样的一个政治的一个氛围。好，那这位哈希娜呢，她是比较亲近印度的这一派哦。那比较反印的那一派呢，他们会觉得中国也很好啊，巴基斯坦也很好啊，他们有一些宗教的一个跟印度之间的一些心结，所以让他们比较偏向中国跟巴基斯坦。好，但这都不是重点，因为在过去的年代当中，哈希娜就是那个专制政府底下，就是我说了算，那我就说我们要导向印度，我们就导向印度。但一直以来啊，在孟加拉人的心中就会觉得，我可以导向印度，但好像没有必要这么夸张吧？你依偎在人家怀里，你根本就是印度的痉挛。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哈希娜的主政之下什么事情都是印度说了就好，印度说了就算，什么都可以，都没有问题。那于是乎呢，出现了很多的状况是，孟加拉的天然资源就被印度给拿去用了。比如说呢，印度会在孟加拉弄个这个，他们可能因为你知道这个地图上打开来看哦，孟加拉就是有一点被印度包围的一个国家。然后呢，印度在这个地方可能水资源，因为都在一个地方嘛，水资源印度全部拿走了。那孟加拉呢，这个哈希娜呢，这位这个总理也摸摸鼻子说，就给你，你尽量用。好，类似这样的一个态度哦，这个在很多的事情当中屡见不鲜。所以呢，在孟加拉人的心中就一直觉得，我们为什么要伏低做小啊？为什么什么事情都是印度说了算呢？他们觉得印度在孟加拉的一个影响力也太大了吧？我们真的是一个国家吗？还是你的痉挛呢？还是我们就低你一等呢？那种感觉哦。但印度呢，因为就哈希娜的一个关系哦，所以他们就是哇，这非常好。所以呢，这个哈希娜做了很多的坏事，在印度的眼中看起来都好可爱哦。他这个不顾人权，然后呢，他这个选举舞弊，然后呢有各种这个很坏的事情，但是呢，在印度的心中都觉得，你只要听我的话，你要做什么狗屁叨叨的事情都没有关系。所以呢，更加加深了这个孟加拉人就觉得，我们没有办法摆脱这个专制的政权，都是因为你印度好大，所以呢你就欺负我，然后你就扶植这个可恶的政权，然后一直鱼肉乡民，然后我们就好可怜。好，那到2024年的时候呢，在印度就发生，在孟加拉就发生孟加拉的革命嘛。那这个革命呢，就推翻了这个哈希娜的政权。推翻他，那这群学生就起义了哦。那起义之后呢，就把这个哈希娜给推翻。然后呢，这个哈希娜坐了一个直升机，就飞到了印度去了哦，躲在印度躲起来。那即便是后来在孟加拉的一个法庭当中，判他绞刑，因为呢，在学生的起义过程当中，那他下令镇压，造成了1400多个学生的死亡，所以呢，他就被判了绞刑，然后说他好可恶，然后呢，又被很多旧账翻出来说他贪污啊、舞弊啊各种，但是呢，印度就是不把他引渡回去，他就保护他，因为你就说好乖嘛，对不对？小甜心、小可爱，莫迪的小甜心哈希娜啊，她是个女生啊，现在年纪有点大。好，那不是重点，那重点呢，就是对孟加拉人来讲，你就可恶嘛。那即便是孟加拉后来上任的这个总理哦，尽量
跟印度，我也不要跟你交恶，但是我就默默飘走，默默飘到中国这边来。所以呢，现在新上任的孟加拉的总理呢，他是立场上他比较偏向中国跟巴基斯坦这边的。所以呢，其实这样的一个状况呢，就在这个印度内部发生很多状况，比如说这个当初推翻哈希娜的这个当学生领袖呢，他就进来就被暗杀了啊，这个暗杀，然后呢，暗杀他的人呢也逃到印度去，所以呢，有一说是这个印度人呐，来孟加拉，我们这个杀了我们的英雄啊，类似这样子，所以呢，两国之间现在有非常多的外交的一个冲突哦，那冲突到孟加拉直接我就拒发印度签证了，我们就跟你切八段，有那种感觉，双方现在正是这个剑拔弩张。好，那你说两个国家剑拔弩张，那印度本来有一个小老弟痉挛，对不对？我可以用你天然资源，然后我要你干嘛干嘛，挺好的。现在没了，好，那没了呢？没了就算了，你还偏到他的这个敌对国家，偏到中国去了哦。好，那讲回来，你说孟加拉呢？那一般来讲，孟加拉我这个。经历了这样的革命，经历了学生起义，那你这个国家政治动荡，照理来讲好像应该要这个动荡好一阵子吧？结果没有。我们来观察它，这个孟加拉现在的状况，它从2009年开始，它有一些手工业、制造业、纺织业，然后呢，慢慢的它的经济起来，从2009年开始哦，它的一个这个经济成长率每年都是在6%以上，所以它的经济状况好像挺不赖的。然后呢，它在2021年。甚至呢，它的人均的 GDP 超越了印度哦，它比那个欺负它的国家，不能讲欺负它，就是过去哈希娜这个一维的国家啊，比它更好。然后甚至呢，在它跟这个印度有点交恶之后，这个哈希娜被推翻了之后，它跟印度啊这个离远一点，跟中国走近一点。外资喜欢这样我们要带你来看到这个外资呢，直接投资孟加拉的一个数字哦。通常来讲，像这种历经了政治动荡的国家，外资会缩手，先观望一阵子，看看你状况，决定要不要投资嘛。就没有这个把哈希娜推翻了之后，跟印度有点撕破脸了之后，外资涌进外资来直接投资增加了20%，然后呢，外资的汇款进孟加拉准备要投资也增加了26%，所以你就看到了，那对这个孟加拉来讲，好像。一切都往好的方向发展来了哦，所以呢，其实目前看起来，国际的市场或者是这些国际资金，其实对孟加拉现在的一个政治选择，跟现在政府的一些这个新的政策是投下了赞成票的，觉得你很棒哦。好，那这是孟加拉。那反观印度呢？我们来看印度，完全不一样的光景。先从这个股市来看，2025年很多世界的一个这个股市呢，都是创历史新高的。印度有没有？我们来看印度2025年，整年只涨了1.4%，好差哦，这全世界垫底的哦。甚至呢，这个通膨非常严重的国家，像是土耳其、像是阿根廷，股市表现都比它好。所以你说印度怎么差成这样？好，那当然，它印度有一个原因，他说没有啦，是因为我们那个股市的政策，他们股市有一个政策哦，叫做你外资可以投资我，但是呢，你投资了这个印度股市，你要把利润换回你的本币的时候，利率会很差。也就是说呢，我在你这个印度的市场我赚了30%，但是呢，我要兑换我的利率回到我的本币的时候呢，那个汇差有够大，会少好多好多，那个巨额的汇损啊，让大家觉得，那我干嘛做白工？我那么麻烦，所以呢，现在很多外资都在撤离印度的一个市场了，导致于它今年以来表现很差。那所以呢，这个现在印度的一个这个市场，它的一个本益比呢，本来可以给到28倍平均，现在往下降到22倍，很多外资都是不好赚，不玩了，不要跟你玩，走掉。甚至呢，因此外资都在撤出，所以呢，这个印度的卢比啊兑换美元，甚至呢贬破了。这个90大关，这已经是历史新低了，很惨。那但是呢，印度政府莫迪站出来说，没有，我们这个经济还是很棒的，然后赶快给大家信心喊话，说你再来，你再回来投资我，因为我的经济成长率呢可以到8.2%。但是这一点呢又被打脸，啪啪，应该大家知道，就觉得印度的经济数据也是个笑话哦，因为呢它是实在太难看，所以呢它会把很多你想得到想不到的通通算进去，他把牛粪通通算进他的 GDP， 他为什么？就是
大便可以算啊？他说没有，谁说是大便的？那叫化肥，有机肥。所以呢，他居然把牛粪哦，用有机肥的价格算进他的 GDP 里头，然后算进去了之后还不够。还不够怎么办？动物园看看什么动物，羊也可以，羊粪它也把它算成有机肥。谁说不是有机肥？是有机肥，但没有一个国家会算进去，还不够。然后牛羊都不够，它这个马也算进来，马粪也可以，算了一大堆人大便哦，你把人大便通算进去。好，那这个还算进去还不够怎么办呢？他说那个贫民窟呢，那些棚架，那个竹竿搭2个，拉一片破布。他说我这个叫商品房。商品住房，然后用房价把它算进了这个 GDP 当中，所以呢，大家看了这个印度的 GDP 哦，真的是笑出来哦，笑到那个打滚了哈。所以呢，大家说你这个 GDP 年增8.2%哦，你认真的吗？打问号。所以呢，外资是不买单，继续往外撤。好，但是呢，莫迪还是持续在做他想要做的事情，比如说他给自己一个这个目标，他说呢，他希望在2047年。可以来到已开发国家的一个地步哦，那就是有梦最美。那看他怎么做。好，那继续我们要带您来看到，那当然大家讨论的很多，印度有什么办法可以成为这个世界工厂？人口红利呀。对，好，那你说中国人口红利不在，我同意，因为呢，这个你看到这个中国人已经开始偏老化，那当然有这个一胎化的一个这个政策造成的一个冲击跟影响。那印度呢没有一胎化，就是每天晚上没事一直生小孩，对不对？反正很好玩，一直生。好，那所以呢，印度它的人口红利真的很厉害哦。印度呢，其实它的一个人口，2023年就超越中国，现在它的总数是14.7亿人。然后呢，印度它的平均年纪非常年轻，平均年纪28岁，但是呢，它的劳动人口，如果你光看劳动人口的话，就是你去算15到64岁这个区间劳动人口哦，很多，有5.94亿，接近6亿人。但问题是，现在的印度面临到的状况，不是像中国是人口红利不在，印度叫人口红利闲置。为什么呢？我明明平均年纪28岁，那么年轻，我有这么多正式大好青年可以拼一把的一个年纪，但是呢，他有各种原因拼不了。好，比如说男生，年轻人他失业率有25%，很高。然后呢，你说女性的一个这个劳动参与率还是非常低，不到10%。即便呢莫迪执政，他一直希望提高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但是呢他们的社会文化就不容许啊，他们就觉得女生就应该在家里头相夫教子啊，你跑出来干什么抛头露面的，对吧？揍你一顿哦。所以呢，你看到他们的女性的劳动参与率还跟10年前一样，还是低于10%。那即便是男性，他的劳动参与率呢也不到50%，很多人都失业的。那你就问为什么了？不是，你看美国不是都要挪到你印度去生产，你为什么生产不了呢？这个就要看看它的产业结构了。目前为止，印度它的一个工业制造占它 GDP 的一个比例哦，甚至在下降。你说它已经变成一个全世界第4大的一个经济体了，那它整体的一个经济的总值是在成长的，但是它制造业的比例是下降的，很妙吧？你怎么弄？怎么办到的？莫迪你怎么弄的哦？原因是总体的经济体量在增加，但增加的部分都在服务业的部分。我们待会来讲为什么。那反倒是制造业的部分一直被限缩。很重要一个原因是土地他们没有改革的哦，不像中国土地改革。然后呢，你看到像印度，他们的土地在私人手中，但现在私人就狮子大开口，你要我的土地盖工厂可以啊，很好啊，我卖你超级贵，天价。所以你就会导致这些企业呢，它的一个营运成本会非常高，全部卡在那个地方。然后动不动呢，他工会就跟你罢工，怎么样？嘿嘿，怎么样？所以呢也难管。所以呢，在当地它的一个营运成本很高，所以你看外资都在撤离嘛，太难搞死了嘛。所以呢，你就看到了他们的一个制造业，其实它那个饼一直没有变大，服务业变大哦。比如说很多的 call center，电话这个服务中心就到印度去了嘛，那到印度去，那就是接电话嘛。那亦或是呢，大家说印度的这个 IT 业很发达，印度的人的脑子很聪明，最聪明，好棒。但是呢，也一样，他们都用外包的一个方式在卖掉它
非常聪明的大脑，所以这也是服务业，它没有真的制造些什么东西，所以它服务业呢，它的占比是60%，反倒它制造业只有14%左右哦。那这样的失衡会造成什么样的状况？就没有什么制造业才是能够带来大量的工作机会的嘛。那于是呢，现在看起来状况也不那么理想。再来，我们就要谈到今天最重要的，为什么讲有一个天坑，让印度可能没有办法跨越，然后呢，达到像当年的这个中国世界工厂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地位了哦，那就是他们的印度教、他们的宗教、他们的种姓制度了哦。对很多的一个国家来讲，你要往前进，你要有一个契机。比如说呢，我很大的贫富差距，然后我的人民非常的辛苦，很穷，然后穷到最后，农民起义，我要求什么样对我更公平，然后呢，或者是我要透过教育翻身，我要透过什么样的方式，我社会阶级的翻转。但是呢，在印度这些没有，为什么？因为宗教告诉你，你出生你是贱民。你就贱，对不对？那我出生是贱民，我就天生命贱，这个是神给我的考验，对不对？哈，我再也无法翻转我的社会阶级，我就贱嘛，对不对？那他们也甘之如饴，我就贱，嘿，我就贱民，然后一群贱民在一起，我们也可以有自得其乐小确幸。好，那贱民有贱民的开心，贱民今天看到天气好好，贱民好开心。然后呢，贱民今天喝了一杯水很干净，贱民也好开心。他们就类似这样子。那宗教告诉他，你就是贱，你这辈子就贱，你永远无法翻转。好，那当然呢，这样的一个方式呢，你说他们人有什么企图心？没有啊，我就贱民啊，反正我就不能翻转，这是神告诉我的。那你除非你让他们都别信印度教了，否则呢，他如果还在信这个教的这一天，他就这样啊，无所谓啊。好，但是呢，现在的南印度、北印度有点不一样哦。你看到现在南印度相对是比较开明的，所以他们已经有一些阶级翻转了。他们有一些种姓比较低种姓的，他可以感觉好像跨越那个很大的鸿沟了。比如说像莫迪本来是低种姓的，像他们的首富阿达尼，他也是低种姓的。现在呢，你看他可以变成领袖，他可以变成首富，他很有钱。那所以呢，现在有一些在北印度哦，真的是信教信的非常虔诚的，他们就会开始往南印度去，然后希望呢可以有一些种姓的这个阶级之间侯宫的跨越哦。像现在在南印度已经开始出现有一些他是因为新兴行业，然后他很有钱，变得很有钱的人，然后呢他就可以去娶到一个高种姓很漂亮的女神回家当老婆，哇，对他来讲不得了了，光耀门楣啦！我这个低种姓的贱民，我娶到一个高种姓的女神回家，哎，所以你就看到好像有一点点翻转的感觉。但是至今，目前印度如果它不解决它这样的一个种姓制度的话，它没有办法在它阶级当中流动的话，你说它要变成一个世界工厂，那真的是蛮困难的一个状况咯。所以你看到了这些，就是为什么讲哦，目前为止看起来在印度呢，它一直没有办法跨越这一些很多的坑，然后呢去追上中国的一个经济发展的一个这个脚步哦，就是因为它有太多了这些感觉这个非常纠结的一个这个他们天生的一个文化，然后天生的种姓制度，还有他们的一些宗教，这些呢都是捆绑着印度，让他没有办法放开手，好好的去拼经济的一些原因了。那什么时候呢可以解决这些问题？很可能才是什么时候真正的走上要开始往这个世界工厂迈进的那条路了哦。好，这是今天帮大家整理的近来这个印度跟孟加拉之间的外交冲突，乃至于他最近的经济情势为什么这么糟，然后再提到了世界工厂的进度了。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内容，我们下回见喽，拜拜。